嗨，大家好呀！首先分享一个好消息，没错，老李我终于更换了录音设备。最近的视频，同学们反馈比较多的问题，也是我视频的收音问题。老李我一直是想尽可能的提升我们视频的质量的，就从一个好的录音设备开始吧。从这一期视频开始呢，再也没有烦人的长长的麦克风的杆子和麦克风竖在我和摄像头之间了。后续呢，我们可以使用我胸前的无线麦克风啊，这样距离远一点、近一点都是可以调节的，非常的灵活啊，非常的开心。换了录音设备之后啊，其实我就一直有一个冲动，想录点什么，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话题。很巧的就是之前联系过我的书商，在最近又联系我，让我推荐这本3A 游戏角色概念设计啊，那么就在我面前。这本书啊，最开始让我推荐的时候，我是拒绝的。我猜测联系我的这个书商，他是搞不清楚游戏设计、游戏策划和游戏美术之间的差别的。3A 游戏貌似也和我这个独立游戏开发者很遥远。而且作为一个完全没有游戏美术能力的个人开发者来说，推荐一本游戏美术相关的书籍，好像也很牵强啊。但是书商给我发了样书之后啊，我拿过来粗略的看了一遍啊。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啊，当初还好我没有拒绝这本书啊，现在呢是非常真心实意的来跟大家推荐。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咱们视频的主题啊，所以呢，咱们快速的正式进入这期视频的话题，那就是独立游戏开发者如何保证游戏美术风格的一致性。大家好，我是老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说你要问老李如何设计制作游戏的美术资源，那么我可能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如果要聊如何找到合适的风格的美术资源啊，甚至如何保证自己的游戏的风格统一，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心得可以分享的啊。先说一个结论。老李，我认为对于独立游戏开发者，特别是像我这种没有美术能力的开发者来说，在美术风格的选择上，2D 无脑选择像素风格，而3D 呢选择低多边形啊，几乎就没有任何的问题。这种选择的一个好处就是相当于有公式做题就是快嘛，我们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游戏美术风格的一致性。我获取游戏美术风格的主要的途径就是在线上的美术的资源网站。在之前呢，我会在 Unity 它的资源商店里面来购买素材甚至呢，我会选择在类似于淘宝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内的电商平台里边来看有没有盗版的素材因为盗版素材往往很便宜，几块钱。之后呢，用这种素材来做我的游戏。当我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游戏应该发布了，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去购买原作者的素材这样呢，以避免经济上的浪费。当然了，现阶段呢，因为老李我把主要的关注点都放在了戈多引擎来制作2D 像素游戏的开发上面，所以呢，我现在浏览最多的网站变成了爱视 .io， 但是爱视 .io 这个网站也是有缺点的，因为在这个网站上面去提交发布内容的门槛很低，因此呢，它上面的资源和游戏都会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咱们知识星球的同学双联工坊前阵子也说自己买了一个素材，感觉特别不值想知道能不能退款。这个也让我意识到，后续可能我们需要开设一个节目来推荐优秀的美术资源，帮助各位独立游戏开发者来节省自己的筛选游戏资源、游戏素材的时间。那么通常我会怎么来筛选素材呢？那么筛选素材的第一步，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要做一个2D 游戏，那么我会优先选择像素艺术这个标签。但你依然会发现不同的美术资源它有一些差别。那么这里我总结了几个比较明显的差别。第一个就是关于游戏的风格第二点就是关于游戏资产的尺寸或者叫做分辨率，而第三点就是关于色彩的选择。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先从尺寸入手，去筛选适合我们的游戏尺寸那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开发的是一个单角色的动作游戏或者是 RPG 游戏，可能需要选择细节更丰富的32×32的尺寸的素材，甚至更高的分辨率。当然了，这些素材往往更稀少而且也更昂贵。如果是多角色的或者更加风格化的，类似于模拟经营、RTS 甚至是肉鸽游戏的话，也可以选择16×16的尺寸，甚至更低的。这里我们可以选择8×8尺寸的
那么你会看到就会变成更风格化的那种游戏资源。比如说我最近正在开发的这个放置游戏的 demo， 我所使用的实际上就是8×8的角色的素材。在这个游戏开发过程当中，我把这个素材放大之后，发现它整个表现出的效果也还 OK。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需要我们每一个开发者自己灵活的来选择。之后呢，我们可以打入一些关键字来进一步的筛选符合我们自己需求的美术的风格或者是色彩。但是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会人为的肉眼的去筛选，因为很多作者他对自己的素材的认知比如说他认为自己这是一个奇幻题材的，但是在我们看来，他这个类型跟原作者有一些出入。大家明白这个关系吧？所以眼见为实，我们就直接拿肉眼来筛选它。一个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会尽可能的倾向于选择同一个作者的多个素材，这样能够保证游戏的素材风格的一致性但通常单个作者的素材很大概率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游戏的全部需求，因此呢，明确游戏的风格和色彩就变得很重要。当然了，如果实在是没有符合条件的美术资源的时候，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独立游戏开发者，也应该具备修改美术资源的能力有一些同学管这个叫做魔改不管怎么说，修改美术资源要比从无到有的创作一个美术资源简单得多。那么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现成的工具，比如这个像素的制作工具和类似于 Blender 这样的3维建模软件相比于传统的 Photoshop 或者 3D Max 他们在软件的易用性上面更有优势。以前我会更迷信于一些传统的大而全的专业软件，比如说视频剪辑，我可能会更倾向于使用 PR。而现在呢，我会使用剪映甚至是我们 B 站的 B 剪这些工具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我觉得对于我们独立游戏的开发者来说，工具本身没有意义，选择合适自己的工具灵活的去选择是更有意义的不要去迷信一些所谓的更专业的软件。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作为一个个人独立游戏开发者，在这条路上持续的学习和精进是唯一的出路，不要考虑去回避美术相关问题。实际上在现阶段，我依然会在油管上面查看一些美术相关的教程，给自己持续的充电。用互联网的黑话说，就是给自己赋能。现在呢，美术资源的原文件部分我们能做的就已经全部做完了，但是决定一个游戏整体的美术风格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其实是在引擎内部完成的。这个时候我们又要扮演一个 TA， 也就是技术美术的角色，来利用类似 shader 光照特效甚至是后处理的技术，来进一步的让游戏的风格统一那么这里还要再多说一句，戈多引擎它所提供的 UI 主题这个功能，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能够帮助我们开发者尽可能的保证游戏风格的一致各位同学们，如果之前没有使用起来的话，现在应该把它用起来了。好的，说了这么多，现在是时候回到我们这一本书的推广环节了。相信对于任何一个游戏人来说，3A 游戏都是行业标杆一样的存在，代表着艺术和技术的最前沿的水平。而本书作者比较难能可贵的就是他拥有参与3A 游戏的经验。而且老李我在粗略的读了一遍这本书之后呢，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作者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他确实是想为国内的游戏行业做点什么，这一点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加分项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老李我是一个非常推崇实力驱动教学的这么个人所以呢，这本书我看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他在全方位的讲解了关于游戏角色设计的很多技巧，以及一些在设计过程当中涉及到的工具的使用，这些很多干货之后，在最后一个章节，通过安排一个项目的实战演练来作为整个书的收尾。那么这一点也能让我感觉到作者确实是很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本书来有所收获的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项。老李作为曾经的商业游戏的从业者，现在的独立游戏制作人，自然也是希望国产游戏行业能够越来越好的，国内的游戏开发技术能够早日的追赶，甚至是超越国际水平的。这一点呢，我们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呢，这本书是非常适合那些有志于投身游戏美术方面的同学的。甚至我觉得每一个游戏行业的从业者都可以买来看一下作为一个全彩印的图书，那么这本书里面有大量精美的配图，对于任何一个游戏行业的从业者来说甚至是单单对游戏行业感兴趣的同学来说，相信都能在这本书里面有所收获。
那么我们就不多谈了。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老李的平台跳跃游戏的相关视频教程应该已经完结了或者是即将完结。下一步就是制作放置游戏，那么这个也是同学们呼声比较高的一个教程项目。只不过这一次我们会尽可能的将这个项目做完善，所以呢，我们需要更长的开发周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那么之前很多同学也表示说，老李的教程大多是处在一个 demo 阶段就结束了，多少有一点意犹未尽。所以我们现在沉住气把这个项目尽量做完，甚至做上线。那么这需要花费大量的工作，在现阶段呢，还有很多设计层面的内容要做，所以呢，视频教程可能会晚一些。但是在现阶段老李会将这个视频开发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以项目的开发日志的形式分享在我们知识星球上边。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分享了6期了我可以拍胸脯保证每一期里边我认为干货都是比较多的不怕干货不多，就怕大家觉得有点太干了。希望大家能在我们知识星球里边有所收获吧。期待视频教程的同学也请大家稍安勿躁毕竟好饭不怕晚，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个系列视频。那么这里也给自己打一个广告，如果大家觉得老李的视频做得还不错，也可以选择加入老李的知识星球，在知识星球这个网站或者是 App 上面搜索老李游戏学院。对了，在知识星球这个公众号里面搜索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加入进来就可以成为老李我的铁杆粉丝，让我们共同维护一个高质量的游戏开发者社区。作为独立游戏开发者，统一的美术风格可以提升游戏的完成度和专业感，也能够增强游戏的视觉辨识度，减少玩家的认知负担，从而提升游戏的市场竞争力。所以老李觉得讨论如何提高游戏美术的一致性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这也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同学们能有所收获。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老李，一个游戏人，除了游戏我也不会别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加油！